俄羅斯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站在普京面前，說出了一組數字：15小時14000公里，尚未達到設計極限。據俄羅斯官方披露的信息，這枚 9M730 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剛剛完成的飛行測試數據，它的速度沒有常規巡航導彈那麼快，但優點是不需要攜帶大量燃油，理論上可以飛幾天、幾周，甚至更久。2026年5月，梅德韋傑夫宣稱，海燕的研發已進入收尾階段。但這款被俄羅斯反覆宣傳的超級武器，真正的作用並不是精準摧毀某個城市或軍事基地。據外界分析，它的速度只有約 0.7 到 1.1 馬赫，飛行高度約在25米到100米之間，红外特徵极其明顯，還沿途噴灑放射性物質。在現代防空體系面前，它是一個移動緩慢、極易被探測和攔截的目標。那俄羅斯為什麼還要搞它？因為俄羅斯已經搞不出像樣的東西了，高超音速搞不定，隐身轟炸機搞不定，精確制導被芯片卡死，只能翻出美國60年前放棄的核動力方案，搞一個飛起來就漏輻射，打下来更漏輻射的空中髒彈，目的只有一個，讓對手頭疼。這玩意兒達不到什麼目標，但它能飛到你家門口轉悠，你敢打它，它又敢炸出一片高空輻射雲。你的決策層要花10幾個小時算風向，算污染範圍，算要不要疏散民眾，算擊落，算不算開戰，所有精力都會被耗在會議室裡。這就是俄羅斯最後的陰招，我打不贏你，但我可以惡心你。海燕的問世並非一次超越時代的創新，恰相反，它是冷戰技術垃圾堆裡的借屍還魂。核動力飛行器的構想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60年代。1957年，美國國防部啟動了一項極端工程——冥王星計劃，研制一款幾乎可以永遠飛行的核動力巡航導彈。美國的科學家們不僅設計了原型，甚至在內華達州沙漠試驗場進行了地面測試。核動力冲壓發動機能連續運行超過5分鐘，那枚代號 SLAM 導彈長度達到 26.8 米，計劃以3馬赫的速度在樹梢高度飛馳而過。但到了1964年7月1日，美國空軍和原子能委員會果斷叫停了冥王星計劃。原因很簡單，洲際彈道導彈已經足夠可靠，犯不着去搞一款飛過的地方都要留下輻射的武器。除此之外，一枚核動力巡航導彈如果要進行全程測試，其飛行路徑必然覆蓋美國本土或盟友領空，一旦失控墜毀，放射性污染將直接降臨在美國自己的國土上，這意味着污染自己人的風險遠高於打擊敵人的收益。半個多世紀後，俄羅斯重新撿起了這個被美國遺棄的方案。歐美情報機構稱，俄羅斯早在2001年便啟動了相關研制工作。2018年，普京在國情咨文中首次公開了海燕的存在，將其列為俄羅斯6種新型戰略武器之一。為什麼俄羅斯要重啟一個美國半個世紀前就放棄的技術路線？答案不在技術本身，而在俄羅斯常規軍事力量的衰退。在常規精確制導、新一代隱身轟炸機、高超音速滑翔技術等領域，俄羅斯已經無法與北約進行對等競爭。資金匱乏，芯片被制裁，精密機床受限，俄羅斯只能退回冷戰初期的蠻力思路，這是一種降級超限戰。俄羅斯重啟這個方案，本質上是一種技術降級的非對稱威懾。在西方建立起由宙斯盾系統愛國者導彈和天基紅外監視網構成的精密防空網時，俄羅斯發現用高超音速或隱身技術進行硬碰硬突防成本過於高昂，而海燕提供了一種全新思路，有一種技術門檻相对較低，但生態後果極其敏感的飛行髒彈，去對沖西方數萬億美元的防禦決策。這款導彈的研發之路代價慘重，2017年至2019年間，俄羅斯共進行了13次抑制試驗。2019年8月8日，北德文斯克附近的尼奧諾克薩軍事訓練場發生爆炸，導致俄羅斯北部輻射水平短暫飆升。美國官方指稱這是一次海燕試驗失敗，俄方則表示只是同位素電池試驗。但同年11月，普京承認有5名核工程師在測試中遇難。海燕的研發史是一部在失敗與傷亡中反覆掙扎的歷程。俄羅斯不是因為它先進才造它，而是因為其他路走不通，才不得不回頭翻冷戰垃圾堆。海燕的動力裝置是一台由微型核反应堆供熱的噴气发動機，空氣從进气道進入，被加熱後從噴口噴出，產生推力。但加熱方式存在2種截然不同的技術路徑，科學界和情報界對海燕究竟採用了哪一種，至今仍有爭論。第一種是直接循環，空氣直接流經核反應堆芯，與核燃料棒接觸後被加熱噴出，這是冷戰冥王星計劃採用的。優點是結構簡單，加熱效率高，但代價是
排氣管直接向外噴射放射性裂变產物與氣溶膠，這意味着導彈本身就是飛行髒彈，飛過的路徑留下一道輻射走廊。第二種是間接循環，通過閉式回路熱交換器將反應堆的熱量傳遞給外部空氣，核燃料與氣流之間是有物理隔離層。如果它採用的是直接循環，那它就是名副其實的空中核噴霧器。如果為了降低自我污染而選擇了間接循環，其發動機材料則需要承受遠超常規航發的極端工況。在俄羅斯缺乏先進精密合金和抗輻射半導體的前提下，無論選擇哪條路線，這台微型反應堆都是一個極不穩定的空中臨界源。海燕的長度約9到12米，翼展約6米。關於其發射重量，歐美情報機構之間存在顯著分歧，部分開源分析傾向於20至24噸的估算，但國際戰略研究所和檢視防務週刊等機構認為，對於一款在25到100米高度執行低空滲透的巡航導彈而言，20噸以上的重量會導致機翼載荷過大，在低空穩流中幾乎無法維持穩定飛行。因此，更謹慎的估計是，其發射重量可能在5至10噸區間。即便如此，仍數倍於常規巡航導彈。做個直觀的對比，俄羅斯現役的 KH-101常規巡航導彈重約2.4噸，長度只有7米多，能輕鬆塞進戰略轟炸機的彈艙。而無論海燕的實際重量落在哪個估算區間，它都比 KH-101重得多，塞不進任何現有的轟炸機彈艙或軍艦垂直發射單元，只能用特制的重型平板發射車拉到野外發射。這枚導彈的大部分重量去哪裡了？真正用來摧毀目標的彈頭只占幾百公斤，剩下的全是微型反應堆、冷卻系統、屏蔽結構，以及為了把這一整套核裝置塞進彈體而不得不加厚加固的結構件。本質上，它不是在飛一枚導彈，而是在飛一座小型移動核鍋爐。無論採用哪種技術路線，這座鍋爐都存在一個共同問題，它無法像地面核電站那樣獲得完善的輻射屏蔽。在美軍 WC-135 不死鳳凰核偵察機的光譜分析儀中，海燕的每一次試飛都伴隨着明顯的放射性特徵變化。如果採用直接循環，排氣管向外噴射放射性裂變產物，即便採用間接循環，熱交換器在高溫下的微量洩漏也難以避免。它的紅外特徵同樣致命，核心反應堆在工作中產生極其強烈的熱信號。在美軍覆蓋全球的天基紅外系統和導彈預警衛星眼裡，海燕在低空飛行時，如同在夜空中點燃了一支火炬。一個速度只有 0.7 到 1.1 馬赫，不具備任何機動隐身能力，且在紅外和核輻射光譜上特徵極其明顯的慢速目標，在現代防空網絡面前根本不是什麼幽靈，而是一個移動緩慢及易被攔截的空中靶子。既然海燕在技術上如此容易被攔截，歐美為什麼還會被它困擾？答案不在於它有多難打下來，而在於打下來之後會發生什麼。海燕採用的核動力裝置在飛行中持續向外噴射或洩漏放射性物質，如果在空中將其擊落，攔截彈的爆炸會擊碎反應堆，將大量未經完全燃燒的核燃料和裂变產物瞬間散布在大氣中。這相當於在目標空域引爆一顆髒彈，不產生核爆炸的衝擊波和熱輻射，但會產生大面積放射性沉降。如果攔截發生在人口稠密地區上空，後果是災難性的；如果發生在公海或盟友領空附近，放射性沉降會隨大氣環流擴散，造成跨境核污染。這就是海燕設計的真正狡猾之處，它將角色困境提升到了灰色地帶衝突的高度。如果海燕僅僅是在北約成員國領空外圍的國際空域飛行，但其尾機中的放射性物質正隨着大氣環流飄向西歐，這是否算作軍事攻擊？此時攔截它，擊落點可能在國際海域，但制造的核碎屑雲依然會擴散。防禦方是否願意為了尚未發生的物理撞擊而主動在空中制造一場核污染，並為此承擔國際輿論壓力？決策者如果選擇不攔截，導彈繼續飛行，沿途噴灑輻射，它可能飛向一個軍事目標，也可能只是在無人海域上空繞圈。你不知道它最終要去哪裡。每飛過一個國家，那個國家的政府就要啟動應急響應，監測輻射水平，評估污染範圍，考慮是否關閉領空，是否疏散民眾。外交照會一份接一份發往莫斯科，但莫斯科可能根本不回应。整個地區的民航、航運、漁業、農業都陷入不確定性。如果選擇攔截，在技術上完全做得到，但擊落之後反應堆破碎，放射性物質在目標空域擴散，污染範圍取決於攔截時的高度、風向、大氣條件。如果攔截空域恰好在上風方向，放射性沉降可能覆蓋周邊國家的領土，你攔截了一枚導彈，卻制造了一場輻射災難。國際社會不會感謝你擊落了俄羅斯導彈，而是會質問
你為什麼要在我們頭頂引爆一顆髒彈？這就是俄羅斯想要的效果。海燕根本不指望突破防空網，他指望的是讓對手的決策層花幾個小時甚至幾天時間，在會議室裡反復計算每一種攔截方案的污染模擬結果，計算輻射擴散範圍，評估民眾疏散成本，權衡外交後果，再向上級匯報，等待政治決策。而在這段時間裡，海燕還在飛，它的飛行時間是以天為單位的。在和平時期或準戰爭狀態下，海燕的使用徹底模糊了戰爭的邊界，對手必須在容忍污染和制造更多污染之間做出選擇，而無論選哪一項，都需要承擔沉重的政治和道德代價。俄羅斯要的不是一次干淨的核打擊，他要的是制造一個持續的、跨國的、無法迅速解決的污染和決策危機。每一次海燕的發射都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政治消耗戰，將生態災難的道德與政治包袱完美地甩給了防禦方。海燕的研發本身就是一場災難。2019年尼奥諾克薩訓練場的爆炸，雖然俄方極力掩蓋，但周邊地區飆升的輻射指標也引起國際關注。俄羅斯在發動機材料學、反應堆小型化和控制系統領域的底層積累嚴重不足，卻急於在政治上交出戰略成果。常規核反應堆的安全需要极其繁複的冷卻和防護系統，而俄羅斯試圖把這一切壓縮到一個10米長的彈體內。在面對低空氣流擾動、惡劣氣象甚至是鳥擊時，這台粗糙的微型反應堆隨時有停轉或熔毀的風險。還沒等它飛出國境線，它很可能會先在俄羅斯本土墜毀，這已經是發生過的事。要想通過海燕的真實戰略位置，需要將它與其他主流洲際戰略武器进行对比。俄羅斯 2S-28 薩爾馬特重型洲際彈道導彈，射程約16000到18000公里，可攜帶10個重型或16個輕型分導式核彈頭，從發射到命中約30分鐘。美國 LGM-30G 民兵3射程約9660到13000公里，速度23馬赫，從發射到命中約30分鐘。海燕呢，普通亞音速 0.7 到 1.1 馬赫，射程10000到2萬公里，從發射到命中數小時到數天。洲際彈道導彈用30分鐘完成的任務，海燕需要15個小時。而這15個小時裡，它全程都在向外噴射放射性物質，全程都在紅外和輻射監測網絡的注視之下。海燕唯一的特點是它把一場乾淨利落的核打擊變成了一場緩慢、骯髒、持續數天的跨國污染事件。傳統核威慑的邏輯是相互確保摧毀，雙方都知道，一旦開戰，對方的核彈會在30分鐘內到達，這種即時性本身構成了威懾。海燕試圖引入另一種模式，在緊張局勢升級前就發射出去，在無人海域上空盤旋，不急於到達目標，只是在那裡，如果局勢降級可以被召回，如果需要可以轉向攻擊。但問題是，這種空中待命模式建立在嚴重高估自身生存能力、嚴重低估对手探測能力的基礎上。海燕的位置在覆蓋全球的天基紅外系統和核侦察機面前幾乎全程透明，它不是在隱藏，而是在緩慢移動中被持續觀察。2025年11月，普京表示正在研發速度超過3馬赫的新一代核動力巡航導彈，這實際上等於承認現有海燕存在嚴重的技術缺陷，速度不足，易被攔截，污染失控。這暴露了海燕作為威懾工具的內在悖論。傳統核威懾依賴的是確定性與可控性，我確保能摧毀你，且我自己能控制這個過程。而海燕依靠的卻是不確定性與不可控性，它在飛行過程中可能因為一次氣流顛簸而在非目標區墜毀，甚至可能因為風向改變而將污染帶回俄羅斯本土。這種殺敵800自損1000且無法精準控制落點的武器，在真正的戰略博弈中，其威懾信用极易演變為虛張聲勢。它是一張亮給對手看的，隨時可能在自己手裡炸開的底牌。海燕不是一款用來打贏戰爭的武器，它是一款用來讓對手難受，讓对手耗費時間，讓对手陷入两難，讓對手在會議室裡反覆計算污染模擬結果的武器。以制造混亂為手段，以制造混亂為目的，在戰略學上，這是一種極端的成本強加策略，用最低的技術成本強加給對手最高的決策成本和環境代價。這枚導彈真正的威懾力不在於它有多難對付，而在於它把整個地球的生態環境和跨國決策體系當成了人質。這是一張流氓底牌，而非殺手鐧。當一個核大國被迫用你打我就污染全球來維持威懾時，這反映的不是實力的增強，而是底牌的耗盡。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